2026年3月，當全世界的目光都鎖定在恰巴哈爾上空呼嘯的導彈，或是霍爾木茲海峽燃燒的油輪時，而一場足以讓全球戰爭機器瞬間休克的危機正在無聲無息中爆發。在這場代號為史詩狂怒的衝突中，美軍傾注了上萬架次的精確打擊，試圖徹底癱瘓伊朗的防禦體系。然而，就在戰局進入白熱化的第4周，59大樓的戰略簡報室裡，最令將軍們頭大的，竟然不是石油價格的飆升，也不是反艦導彈的伏擊，而是一種無色無味、比空氣還輕的稀有氣體——氦氣。這種氣體在生活中最常見的就是派對上的彩色氣球，但在戰爭當中，氦氣維持着高科技武器的運轉。如果沒有它，先進的紅外導彈將變成瞎子，高超音速武器會因為過熱而解體，甚至連大洋深處的核潛艇都會面臨動力心臟驟停的風險。隨着伊朗對卡塔爾拉斯拉凡工業城的報復性打擊，這個佔據世界第2近30%的氦氣供應在一夜之間歸零。今天，火力軍將帶大家穿透硝煙，看看這種被稱為工業黃金的氣體是如何扼住了全球戰爭機器與芯片巨頭台積電的咽喉，而美國與台灣又將如何化解這場危機。在化學週期表上，氦排名第2，是宇宙中僅次於氫的元素，但在地球上，它卻是一種極其稀缺且不可再生的資源。不同於可以人工合成的化工原料，氦氣通常只能從特定的天然氣田裡作為副產品極少量提取。在現代的工業體系中，它之所以具備一票否決權，核心在於其極端的物理特性。它是全宇宙沸點最低的物質，-268.9度，幾乎接近絕對0度。這種低溫是現代精密武器裝備無法回避的需求。在史詩狂怒行動中，開戰雙方都大量使用的紅外成像制導導彈為例，為了在複雜的戰場背景中識別出敵方發動機微弱的熱輻射，導彈導引頭內的紅外傳感器必須處於極低溫環境下，以消除自身的熱噪點，這就需要高壓氦氣作為制冷劑。如果氦氣斷供，這些身價數百萬美元的空空導彈、防空導彈，其探測距離和精度將大幅縮水，甚至完全失效。2026年3月，隨着戰火蔓延到了卡塔爾，作為全球最大的氦气出口國，卡塔爾的拉斯拉凡工業城在伊朗的無人機蜂群打擊下陷入癱瘓。卡塔爾能源公司隨後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全面停止氦氣出口。全球30%的氦一夜蒸發，又大約有1/3的運輸專用貨櫃現在全被死死困在周邊。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商業航運直接停擺。就算戰爭明天就結束，重新調配這些特種貨櫃至少也得花上3個月。為了應對這次氦危機，各國緊急調配氦配比方案。美國防部已啟動軍工氦氣分級管控，核力量、戰略導彈、核潛艇、關鍵科研拿100%配額，前線戰機、空空、艦空攔截彈、常規電子戰被劃入2級、3級，配額被大幅削減，普遍砍到50%到70%。不只是軍事上，這一決定無異於在全球高科技產業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這種衝擊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半導體巨頭台積電。在台積電3納米甚至更先進的2納米製程生產線上，氦氣是不可替代的生產介質。在紫極外光、光刻機複雜的曝光過程中，氦氣被用來冷卻極其昂貴的反射鏡組件，並作為蝕刻工藝中的保護氣體，確保芯片表面不被雜質污染。對於英偉達、蘋果等巨頭所需的 AI 芯片而言，氦氣供應的穩定性直接決定了良品率。隨着卡塔爾氦氣供應鏈的斷裂，台積電位於台灣的高端產能面臨系統性減產風險，這形成了一個惡性閉環。美軍為了在史詩狂怒行動中維持高強度的信息化作戰，需要海量的 AI 算力支撐，而這些算力核心 AI 芯片的生產卻因為前線戰火導致的氦氣斷供而面臨停擺。此外，氦氣在武器研發的實驗室階段同樣不可或缺，從超導電磁彈射器的超低溫超導環境到高超音速風洞實驗中的气體介質，氦氣幾乎滲透到了現代所有頂尖國防項目的每一個毛細血管。當卡塔爾的生產線停止運轉，全球氦氣庫存開始進入倒計時模式。很多觀眾看到這兒就會產生一個疑問：氦如此重要，為什麼伊朗不拿這個當籌碼威脅美國呢？對美國影響真的有那麼大嗎？要回答上一章節的問題，我們先拋開美國不談，先聊聊氦氣對武器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在現代戰爭中，使用最多的裝備不是飛機坦克，而是導彈。氦氣對現代導彈系統的首要貢獻在於其極端的低溫物理特性。在現在的制導技術中，紅外成像技術是精確打擊的核心。為了從複雜的戰場背景中精確捕捉到敵方目標的熱輻射，導引頭內的地革汞傳感器必須通過焦耳湯姆遜效應，利用高壓液化氦氣瞬間冷卻至零下190攝氏度以下。
這種深度制冷能夠最大限度地消除传感器自身的電子熱噪聲，從而實現對遠距離弱熱源的鎖定。前段時間對 F-35 和 F-A-18 產生威脅的導彈，就是利用這種氦冷卻的紅外巡導彈。隨着卡塔爾拉斯拉凡工業城的停產，很多國家發現庫存的空對空導彈和防空導彈正面臨制冷劑枯竭的窘境。一旦缺乏氦气提供的深度冷環境，這些導彈的探測距離將縮短 50% 以上。在面對具備紅外隱身特徵的敵機或巡航導彈時，其引導精度將出現斷崖式下跌。這種衝擊在液體燃料火箭與彈道導彈領域表現得更為露骨。氦氣是唯一在液氧和液氢溫度下仍保持气態的物質，這使其成為液体火箭發動機中不可替代的加压介质。在導彈的發射過程中，氦氣被注入燃料箱以維持壓力，並負責在發射前後吹除管路中的殘餘燃料。如果沒有氦氣的精確壓力控制，液體燃料的供應将变得極其不穩定，甚至引发災難性的發動機傳震或爆炸。對於需要維持全球打擊能力的美軍戰略導彈部隊而言，氦氣的短缺直接影響了部分遠程導彈的發射窗口。更具毀滅性的影響發生在競爭最為激烈的高超音速武器領域。高超音速飛行器在5馬赫以上的高速飛行中，气动加熱會導致彈頭表面溫度突破2000攝氏度。為了保護內部脆弱的電子元件與偵測窗口，高超音速武器普遍採用了氦氣循環冷卻系統。氦氣極高的導熱率使其能夠迅速帶走核心部位的熱量，確保導航系統不因高溫而熔毀。與此同時，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發高度依賴大型高超音速風洞試驗。在模擬極高馬赫數的飛行環境時，氦氣常被作為工作介質，以模擬真實的大氣熱度與熱傳導特性。卡塔爾氦氣供應鏈的斷裂，直接導致全球多個國家的高超音速項目的地面測試陷入停滯。這種從研發端到使用端的全線封鎖，證明了氦氣作為戰略催化劑的地位。它不直接參與爆炸，卻決定了誰的彈藥能飛得更遠，打得更準。那麼回到原來的問題來了，美軍會被這個不起眼的稀有氣體絆倒嗎？五角大樓在開戰前難道就沒有預料到這次氦危機嗎？前面我們提到的中東氦氣佔全球的 30%， 位居世界第2。那觀眾們猜猜看，第一是誰？雖然卡塔爾佔了全球氦氣供應的 30%， 但卡塔爾並不是世界第1氦大國，美國才是全球氦氣的鼻祖和最大的生產國。早在20世紀初，美國就在德克薩斯州和堪薩斯州的天然氣田裡發現了海量的氦資源，並建立了著名的聯邦氦儲備庫。雖然近年來美國政府在推動氦儲備的私有化，但這種戰略級的資源管控權始終牢牢握在華盛頓手中。當卡塔爾的拉斯拉凡工業城遭遇不可抗力停產時，縮減開支並不是美國首要下達的指令，而是迅速啟動了國內供應鏈的戰時增產模式。美國的页岩气革命不僅帶來廉價的石油和天然氣，更在客觀上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氦氣伴生源。通過行政干預和高額補貼，美軍迅速引導國內的能源巨頭如埃克森美孚等拉高 20% 的產能，並計劃完成對國內提煉設施的產能升級。這意味着卡塔爾留下的缺口正在被美國本土源源不斷的愛國者氦氣迅速填補。其次，美軍在技術應用上展現了極強的自癒能力。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軍早已意識到氦气的稀缺性，因此在高端武器平台上大規模推廣了闭路循環制冷技術。以 F-35 的雷達組件為例，現代化的冷卻系統不再像老式導彈那樣需要不斷消耗高壓氦氣瓶，而是通過高效的氦氣液化循環裝置，讓同一批氦氣在系統內部反复流動。這種零消耗的技術架構極大地降低了戰機對外部氦氣補給的依賴。在航母和核潛艇的維護中，美軍也裝備了先進的氦氣回收與再液化系統，能夠將減漏過程中散逸的氦氣回收率提高到 95% 以上。這種從一次性消耗向循環利用的轉型，讓美軍在面對斷供時擁有了極高的戰術容錯率。此外，供應鏈的全球化重組也在同步進行。除了本土供應，美國迅速調動了在北非、阿爾及利亞和澳洲的盟友資源。這些地區的氦氣產量雖然不及卡塔爾，但作為應急補充，足以維持美軍在關鍵戰區的精確打擊頻率。這種解決危機的效率，本質上是美國綜合國力的一種體現。它告訴我們，一個真正的超級大國，其強大不僅在於它擁有最先進的武器，更在於它在面對系統性風險時，擁有多層級的戰略儲備、成熟的替代技術以及對全球資源流向的絕對主導權。這場氦氣風暴最終成了美軍完善資源安全體系的一次壓力測試。最後，我們把目光拉回到風暴中心的一個關鍵支點——台灣。作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神經中樞，台灣在這場氦氣風暴中的表現，將直接決定了全球 AI 革命的進度條。卡塔爾拉斯拉凡工業城的停產，對台灣而言確實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壓力測試。台灣的氦氣供應長期高度依賴中東，特別是卡塔爾。衝突爆發後，台灣市場的氦氣現貨價格2周內翻倍。
對於台積電、聯電這些先進製程的巨頭來說，氦氣不僅是工業氣體，更是產線的呼吸。雖然台積電等企業已經將氦氣回收率提升到了 60%到 75% 的極高水準，但由於不可逆的損耗，產線每日仍有約 25% 的缺口，需要依靠進口填補。目前，台灣各大晶圓廠的氦氣庫存緩衝大約在30到45天之間，這意味着如果卡塔爾的供應長期中斷，台灣的半導體產能確實會面臨嚴峻的挑戰，但局勢依然可控。首先是企業的預判與技術護城河。台積電等核心企業早在2022年全球供應鏈動盪後，就開始了氦氣回收系統的規模化建設。這種技術儲備在2026年的危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提升回收效率和優化庫存規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實際上擁有了一個長達1個半月的氧氣瓶。與此同時，台灣的反應非常迅速。目前，台灣已經啟動了氣源多元化戰略，緊急協調液化空氣集團等全球供應商，從美國、澳大利亞等非中東地區調配資源。雖然運輸成本上升，但在保供這個核心目標面前，成本已經退居其次。目前，新竹、台中等核心晶圓廠的供氣依然維持在穩定狀態，優先保障了高毛利的 AI 芯片產能。除了半導體，醫療領域的保障也已經到位，相關部門啟動了缺藥應變機制，明確醫療用氦氣，特別是核磁共振和麻醉系統的用氦優先權。這種社會資源的精準調度，確保了民生基本盤的穩定。當然，這場危機也暴露了台灣能源結構中的軟肋。目前台灣的天然氣庫存僅維持在11天左右，這與氦氣供應的壓力形成了疊加效應。為此，政府已經明確計劃將最低天然氣儲備天數從11天提升至14天，並加快本土氦氣提純與回收技術的研發。綜合來看，目前的台灣正處於一場高難度的平衡目表演中，氦氣價格的翻倍和中東局勢的不確定性，確實讓產業鏈感到了陣痛。但憑借着極高的技術回收率、敏捷的全球資源調度以及政府的精準干預，台灣成功地將這場斷氣危機限制在了成本波動的範圍內，而沒有演變成產線停擺的災難。這種在極端壓力下展現出的靈活與韌性，正是龜頓真正的內核。即便中東的戰火燒到了能源咽喉，台灣的半導體機器依然能在波濤中保持精準的運轉。無論地緣政治格局、各種先進武器輪番登場，還是美國和台灣在氦危機中的應對，這場衝突打破了很多固有思維。這次的危機，它捅破了高科技戰爭那層名為資源依賴的窗戶紙。誰能想到，決定導彈能不能打得準，高超音速武器能不能飛得遠，甚至核潛艇能不能深潛的命門，竟然握在一種無色无味的稀有气體氦氣手中。卡塔爾拉斯拉凡工業城的停產，不僅全球的武器庫感到了制冷危機，更通過供應鏈的震盪，直接威脅到了全球 AI 算力的心臟。台積電的先進製程產線，這種從恰巴哈爾的硝煙傳導至台北芯片工廠，傳導至各國的戰略武器儲備，向世界展示了在高度耦合的工業文明中，戰爭早已不再是單純的領土爭奪，而是全面的危機處理。面對這場斷氣危機，美軍的迅速反應，從啟動國內聯邦儲備到閉路循環技術，再到全球供應鏈的強力重組，這次向對手展示了超級大國在極端壓力下的自癒能力。這種解決問題的效率，解釋了為什麼全球只有一個超級大國。恰巴哈爾那枚導彈拉長的尾焰，終究會消散在歷史的塵埃裡，但它留下的啟示卻振聾發聵。決定未來國運的，可能不再是那幾千枚呼嘯的導彈，而是那些支撐着制導系統運轉的微不足道的液化氦氣。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覺得美國作為全球第一氦產量國，會不會幫助台積電度過這次危機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